At 14, I hated skating. At 16, I quit. I say no a lot. A lot. 金牌荣耀，全美国期待，去你的吧！老娘要的就是这飞起来的感觉。歡迎來到林星趙不宣，我是林星。今天來講一講劉美嫻，她的故事你可能已經聽過100遍了，但今天我要講的是那100遍裡沒人碰過的部分，從個人心理的角度來剖析。先看一看她的照片，乍一看一副天真爛漫、沒心沒肺的樣子，像一個陽光開朗的傻大妞，又像一隻溫柔的快樂小狗。然而，我們知道這些不過是表象，表象之下是極度的清醒、沉穩和果斷。這種人俗稱大智若愚。世上有些人就是那麼幸運，很小的時候就找到了自己的夢想。劉美嫻5歲那年，偶然接觸到滑冰，就愛上了它，並展現出了驚人的天賦。然而，任何當初你自由做出的選擇，必將反過來成為你的枷鎖。這個道理，他要許多年後才會明白。不可否認，父親劉俊對他的愛是深沉的，甚至是毫無保留的。作為一個從底層打拼出來的單身父親，他把世界上最好的一切都捧到了女兒面前。但另一方面，小美嫻在懵懵懂懂之中，把自己送上了一套精密的天才流水線。每天凌晨4點半起床，訓練滑冰好幾個小時，一年365天被擠得滿滿的。他沒有自己的時間，沒有朋友可交往，比賽的動作是別人排的，音樂是別人選的，甚至連服裝造型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他本來就天性外向，活潑好動，喜歡自由自在，但在那條流水線上，他必須壓抑好大一部分真實的自己，去供養那副天才少女的軀殼。命運失衡的種子早在這時候就埋下了。你會發現，人世間那些極致的爭鬥，總是能輕易地把人扭曲得不再像個活生生的人。戰爭是這樣，體育競技也是這樣。有人問他苦不苦，他回答習慣了，所有運動員都是這樣的。有沒有聽出問題？對一個5歲正因為熱愛而滑冰的天才來說，他沒說 I like it 或者 It's awesome， 這是在下意識的回避自我真實感受的表達，而用一種大而化之的理由來搪塞。那麼為什麼要回避自我的表白？因為這條別人鋪好的天才流水線根本就不符合他真正的心意。可即便不合自己的心意，他依然做出了妥協。一般人做出妥協之後，往往是敷衍了事，但可悲的是，他天生就不是一般人。他不僅沒有敷衍，反而誠懇接納，高度配合，甚至極努力地把外界的意志死死地內化成了自己的目標。因此他才能在小小年紀就打好堅實的基礎，但也因此，他一步步把自己逼向了絕境。這套乖巧換來的是巨大的世俗成功。劉美嫻13歲打破最年輕全美冠軍紀錄，幾個月後又完成了4周跳，媒體把她捧成了光影殺的接班人，全美國抗衡俄羅斯套娃軍團的唯一希望。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。全美國重奪金牌的焦慮壓在了這個小女孩身上，但我要告訴你們，真正壓垮她的不是全美國的期待，而是那份沉甸甸的愛。父親在媒體上說，我從來不逼她，滑冰只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相信那一刻他絕對是真心的，但我們也要明白，一個單身父親，從中國極端貧困的山村走出來的高級知識分子，流亡到美國之後重新扎根，他太懂得匱乏與生存的殘酷了。他以為把最嚴密的規劃、最硬的籌碼全都砸在女兒身上，那就是最深沉的愛。我的心肝寶貝，爸爸要給你最好的一切。於是鏡頭之外的真實畫面變成了這樣。
為了培養他，父親砸下了100萬美金。他會悄悄從冰場後門潛入，手裡拿着一張清單，盯着他必須完成的跳躍動作。他會拿着雷達槍站在冰場邊測速，速度不達標就加練。甚至如果他覺得教練達不到標準，他會直接把人炒掉。這就是最讓人無奈的地方。對一個高度敏感、極度缺愛的單親小女孩來說，她看到的不是你嘴上說的放任，而是你那100萬美金的賬單和你手裡那把冰冷的雷達槍。這份恩情太重了，重到小女孩潛意識裡會覺得，如果我不贏，如果不拿金牌，我就對不起這份愛。這根本不是什麼虎爸逼迫，這是一場用愛織成的讓天才窒息的情感高利貸。在這裡，我無意否認劉俊是一個好父親。事實上，他後來的放手證明了他比絕大多數的父母都要勇敢。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殘酷的心理學真相：好父親也可以造成傷害，甚至正因為愛的深沉，那種無形的傷害才更加隱蔽，更加讓人窒息。劉美嫻把這種持續的壓力強行吞進肚子裡，依然維持着完美和乖巧，但這就像一個不斷加壓的高壓鍋，爆炸只是時間的問題。2022年，高压鍋的蓋子終於壓不住了。16歲的劉美嫻迎來了北京冬奧會。那一年，她不僅要面對身體發育期的技術瓶頸，還感染了新冠，拖着尚未康復的身體就上了冰場。身體上的不適只是一部分，更致命的是精神上的超載。那段時間，父親接到了匿名的威脅電話，導致 FBI 都介入了調查。一個16歲的小女孩背負着整個美國的金牌期望，背負着爸爸100萬美金的情感高利貸。現在還加上了對人身安全的恐懼，她不再是那個陽光開朗的傻大妞了。連續幾個月，她被前所未有的孤獨和恐懼包裹。那個平時總是強顏歡笑的姑娘，終於撐不住了。訓練期間，她一個人躲在冰冷的走廊裡崩潰大哭。她的編舞師後來說了一句特別扎心的話：他對這項運動的熱愛已經消失了。結果，他在北京冬奧會上拿了第7名，在1個月後的世錦賽上拿了一塊銅牌。對一個16歲的新人來說，這成績其實很牛了。當時的美國媒體和冰協陷入了狂歡，他們興奮地宣布天才少女找回了狀態，並且理所當然地開始替她規劃接下來4年的奧運奪金復仇大計。但世上有一種殘忍，叫做沒人在乎你是不是已經碎了，他們只在乎你還能不能繼續撞。沒有人問他這塊銅牌滑得多痛苦，所有鋪天蓋地的讚美都在把他推向下一個4年更殘酷的絞肉機。這些理直氣壯的期待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劉美嫻對教練坦言，自己對滑冰產生了嚴重的抵觸情緒。她抵觸的不是冰面，而是這個複雜的成人世界，把純粹的快樂變成了冰冷的分數。她覺得花樣滑冰不再是她選擇的東西，而是滑冰反過來在選擇她。怎麼辦？繼續滑？那就是一具在冰面上旋轉的行屍走肉，等着徹底報廢。放棄？滑冰可是小時候親自選擇的摯愛呀。更要命的是，就這麼放棄了，自己耗費的11年青春算什麼？爸爸投入的100萬美金又算什麼？我怎麼對得起自己，又怎麼對得起爸爸？我被困在了一個死胡同裡，這就像我從小就能開上一輛頂配的法拉利，但總有個人每天拿個小本本坐在副駕上，他要求我必須在限定時間內開到市中心，油門踩重了要記過，剎車踩急了要罰款。
全世界都在羨慕我開法拉利，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寧願騎輛共享單車去路邊吃頓痛快的燒烤。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，我不想活在他人期待的目光裡，也不想每天都提心吊膽。為別人而活的日子，我已經過得夠久了。這一次，我只想做一回普通人。要做回普通人，第一步就是 say no。於是，在世錦賽拿下銅牌，全世界都以為他要臥薪嘗膽再戰4年的時候，劉美嫻突然在社交媒體上宣布退役，理由是進入人生的下一個篇章，專注於家庭和大學生活。專注於家庭和生活，多麼得體的說辭，翻譯成大白話就是：本姑娘不伺候了。I say no a lot, a lot. 退役後，面對那些本該大放異彩、瘋狂吸金的商業表演賽，他直接拒絕參加，這讓一直掌控全局的父親感到非常不高興。在他的世界裡，拿了成績就該趁熱打鐵，退役就退役，至少別把已經到手的商業價值也扔了。但這一次，劉美嫻沒有退縮，父親花了很長時間才消化這件事。畢竟，一個你親手打造的人，突然不再需要你的安排。學會尊重這件事，對任何父母來說都是極艱難的功課。這句 no 不是帶着恨意說出來的，也不是聲淚俱下的控訴，他是笑着說出來的。他沒有在媒體上撕破臉，沒有去指責外界的壓迫，也沒有去痛罵社會的無情，他只是輕輕地將那把車鑰匙放在了桌上，告訴那個深深地愛着他的人：謝謝你給我的法拉利，但現在我要去騎單車了。原來，真正的精神獨立，不需要苦大仇深的決裂，不需要你死我活的爭吵，只需要溫柔而堅定地給自己畫一條不可侵犯的底線。消失的這2年，他去幹嘛了？去爬珠穆朗瑪峰大本營，去享受沒有目的地的公路旅行，去參加朋友們吵鬧的睡衣派對。他甚至跑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讀了個心理學。一個女孩被體育系統精密計算了11年，突然跑去研究人的心理是怎麼運作的。這根本不是什麼隨便選的專業，這是他在給自己做一場極漫長的逆向工程。他要把自己腦子裡那些被強行植入的必須贏、不能犯錯的程序，一行一行地找出來，然後刪掉。這些看似毫無意義的揮霍，恰恰是他作為普通人最寶貴的權利。犯錯的權利，無所事事的權利。但是，真正的自由，往往帶着一絲令人恐慌的副作用。當你不用每天凌晨4點半起床，當你的世界突然安靜下來，當你再也不能把人生的痛苦甩鍋給這都是別人安排的時候，那種突如其來的茫然，其實比高壓更可怕。因為自由不是免費的，自由意味着從此以後，你人生的所有好與壞都得你自己全權買單。但就在那段近乎空白的日子裡，沒有訓練，沒有比賽，沒有任何人需要他做任何事，他慢慢確認了一件事：原來，哪怕我不拿第1名，哪怕我再也不穿上冰鞋，我的天也沒有塌下來，我身邊的朋友依然愛我。他終於在那片令人恐慌的茫然裡找到了一種連100萬美金和奧運金牌都換不來的東西，絕對的安全感。這種安全感是那個高壓鍋裡永遠長不出來的。人就是這樣，只有不再因為恐懼被拋棄而奔跑的時候，才能真正分辨出到底哪些奔跑是為了逃命，哪些奔跑是因為真的熱愛。
於是，在普通人的生活裡浸泡了2年之後，一次外出滑雪，風從臉頰呼嘯而過，沒有了恐懼的雜音，他終於聽清了內心的聲音。那個天才的靈魂依然貪戀着速度，依然渴望着飛翔。他決定付出。這一次不是逃避自由，而是在體驗過自由之後做出的最清醒的選擇。這一次，他不再是被提着線的木偶，他是來新桌子的玩家。他復出後幹的第一件事是一場斬斷精神臍帶的成人禮。他走進父親的辦公室，平靜地對那個曾經掌控一切、為他砸下100萬美金的男人說：“這次我要自己做主，你不能再參與我的訓練，你不再是團隊的一員了。”那個傾注了全部心血的東亞父親，後來回憶起這一幕時，說了這樣的話：“我得誠實地說，這確實讓人心痛。”但他沒有暴怒，沒有用“我為你付出了多少”來進行道德綁架。在這個原本可能會爆發世紀大戰、原本要死死抓緊的時刻，這位父親選擇了鬆開手。從當初的不高興到現在的鬆開手，他走了整整2年。我不能怪他，想走自己的路。我們倆都是崇尚自由的靈魂，聽見了嗎？這對父女達成了最偉大的和解。沒有撕破臉的狗血劇情，女兒用一次殘酷的開除完成了真正的精神獨立，父親用一次心碎的退場完成了最頂級的愛。他們像是重新開始認識起對方，也重新開始認識起自己。遙控器終於回到了我自己手裡，教練我自己挑，音樂我自己定，甚至比賽的服裝造型都由我來一手設計。時間來到2026年米蘭冬奧會決賽，別的選手在冰面上緊張的嘴唇發白，滿腦子都是拿不到獎牌怎麼辦？他呢？他在比賽的間隙跟隊友談笑風生，向觀眾席上的親友揮手致意。音樂響起，沒有如履薄冰的沉重，只有縱情狂歡的灑脫。他不是在比賽，他是把這場奧運會完成了他私人專屬的遊樂場。我再也不怕輸了，那就盡情的玩吧。滑行、旋轉、跳躍，再一個跳躍，加速旋轉。家人、朋友，在場的觀眾，我愛你們，跟你們一起，我好開心。金牌、榮耀，全美國的期待，去你的吧！老娘要的就是這飛起來的感覺。It's freedom！ 我可以選擇隨時抽身，也可以選擇隨時回來，不是為了贏得籌碼，只是為了享受純粹的快樂。不把金牌當主子的人，才是賽場上最可怕的怪物。這個世界有時候就是這麼諷刺。當你把金牌供在神位上的時候，它能壓得你死死的；當你不再把它當回事兒的時候，它偏偏自個兒飛進了你的口袋。如果故事停在這裡，那就是一個完美的熱血童話。當看着這2枚金燦燦的獎牌，
我腦子裡還是忍不住冒出一個很現實，甚至有點刺痛的問題：一個用退役來反抗金本位、追求自由的鬥士，到頭來卻依然要靠奪得2枚最高規格的奧運金牌，才能向世界證明自己的反抗是成功的。如果沒拿到金牌，如果他復出只滑了第8名，今天鋪天蓋地的媒體還會在這裡讚美他的鬆弛與自由嗎？還是會換一副嘴臉嘲笑他？果然退役了就回不來了，叛逆毀天才呀！所以這個用輸贏和分數來定義所有價值的龐大競技場，究竟是他已經徹底超脫的遊樂園，還是一個更加隱蔽、更加高級的枷鎖，只不過換了一種顏色呢？只要我們還在為金牌歡呼，他的鬆弛就永遠帶着一絲殘酷的悖論。如果下一次沒拿到金牌，他還能笑得這麼燦爛嗎？這個問題我不知道答案，我只知道，不管他笑不笑得出來，至少他曾經敢把那輛法拉利停在路邊，對着全世界 say no。而我們大多數人可能連踩下剎車的勇氣都沒有。我是林星，我們下期見。